大家好，我是基德兔年春节限定版。大家看，这是我抓到的会说话的小兔子，说话。祝农夫小姐们兔年快乐，在新的一年里，祝。今年因为我跟同事们都阳了，体力不支，就不专门做新年贺词视频了。正好《流浪地球2》大年初一上映，我就专门给大家更新一期宇宙系列，大过年的学点喜庆的知识，地球毁灭什么的。是的，《流浪地球》讲了一个因为太阳氦闪导致世界末日的故事。那么肯定有农夫小姐就担心了，那现实世界里太阳要真的突然氦闪该怎么办啊？放心啊，这里我可以给大家保证，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早在氦闪爆发前的13亿年，地球就已经被太阳毁灭了，你骨灰都烧没了，你担心什么呢？而且氦闪也不是太阳生命的终结，相反，太阳这样的恒星甚至会因此进入一个更加绚烂的生命周期，它可能会经历3种不同的氦闪，在整个银河系中 C 位出道。我们都是太阳的孩子，你说这难道不是大好事？都给我笑！这期视频就给大家讲清楚太阳的一生，看我们这颗星系边缘的小太阳到底会走出怎样的生命旅程，凭什么让3体人都羡慕不已？一句话概括，如果太阳是一只宝可梦，那么它会进化5次。注意看，这就是我们太阳诞生的地方。怎么什么都没有啊？是的，太阳就诞生在这种黑色的分子云里，诞生在一片虚空中。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宇宙本来就非常空的，太阳周围的真空平均1立方厘米只有1个分子，而宇宙里那些分子密集的区域，1立方厘米也就有几百个分子吧，依然非常空。但因为我们聊宇宙的时候常常用光年尺度去聊，所以加起来质量才会显得很大。在银河系里，有1半的质量都是这种黑色分子云，主要是氢分子，它们没有发光的东西，还把外面的光挡住了，所以我们能看到这些分子云的方式就是看不到它。当然，我们是可以用红外相机去拍的，比如这种传递座星云的照片。在这样深邃的黑暗深渊里，如果因为一些意外，分子云受到一些扰动，比如一颗恒星经过，比如超新星爆发，比如中子星碰撞产生引力和冲击波，把分子云冲得乱跑，那么质量越来越大、温度越来越高的核心就会开始形成，一直到发生最简单的重氢聚变后，一颗原恒星就诞生了。我是谁？因而太阳，原恒星。看到船底座星云照片里这些红色小点点了吗？就是原恒星，它们周围环绕着被引力吸过来的被照亮的分子云。个人觉得原恒星是太阳第2漂亮的星态。我就发现，但凡一个恒星很美，它都不可能是只有自己美，一定要把周围的气体尘埃都照得很亮，五颜六色，那才会好看。鲜花需要牛粪衬托嘛，人类也是一样啊。你出去玩，你得带点比你丑的朋友，你不能带的一个比一个帅，那你搞什么？你不成小丑了吗？那妹妹就算喜欢你，都不好意思跟闺蜜说她看上你。原恒星时期的太阳还是一个婴儿，包围它的暗分子云就像妈妈的子宫，不断朝它聚集，给它提供营养，直到其核心温度达到1500万度，标准的氢聚变开始发生，我们才能说一颗真正的恒星出现了。原恒星进化，青年太阳主次星。暗分子云坍塌形成的恒星呢，有大有小，不同大小有不同的结局。比如很大的那些变成黑洞，变成中子星，轰轰烈烈过完一生。比如很小的那些0.45倍太阳质量以下的小恒星，它们在数量上占到所有恒星的76.45%，相对而言一生平平无奇。太阳呢，我们的太阳则是恒星家族中变化形态最多的一种，一生能进化足足5次。在原恒星之后，太阳就会进入我愿称之为青年太阳的第2星态主序星。和人类不同太阳这个青年阶段持续时间比较长，达到110亿年，而这段时期它每天的生活就是把核心的氢聚变成氦，释放出能量，平衡引力，维持体型，不让自己坍缩。这项工作非常重要，因为它直接决定恒星的寿命。你看那些很小的恒星，它们内部引力不够强，生成的氦往外跑，外面的氢也随便进，这样就能一直把氢变成氦，烧得不停，能烧它就活得久。0.1倍太阳质量的恒星寿命呢，能达到太阳的1000倍，1亿年，一直烧一直烧，烧成老僵尸。宇宙现在才多少年？一共才138亿年。等以后宇宙都炸没了，不知道这些小恒星还在不在烧。太阳呢？太阳引力比较大，生成的氦出不去，外面的氢进不来，内外分成2个世界了。就像过年我在老家烧纸，如果纸糊在一起，氧气进不去，接触不到纸，那烧着烧着就停了。扯远了有点不孝。总之对太阳来说，生成的氦元素会在内部堆积，内部的氢则越来越少。那么烧着烧着，为了平衡引力，太阳内部就需要更快的反应速度，聚变就会加速。现在的太阳是46亿岁，而刚诞生的时候，它的亮度只有现在的70%，直径只有现在89.7%，表面温度也低了200度左右。现在太阳更亮、更大、更热，这就是氢元素缓慢消耗、聚变提速的结果。
同样也是这个原因，科学家认为几十亿年前离太阳更近的金星才是太阳系第一颗能够孕育生命的星球，因为它当时温度正好，而地球有点冷啊。这件事情下期视频再跟你们细说。OK， 那么等到太阳内部的氢元素几乎耗尽，只剩下氦，维持不了引力平衡的时候，氦核就会开始坍缩，太阳将进化到下一个最暴躁的战斗形态。主序星进化。中年太阳，红巨星。在红巨星制的最后时刻，太阳的核心温度升高到1亿度，并发生人生中的第一次氦闪，核氦闪。有很多人以为氦闪时太阳会炸一下，最早科学家确实是这么想的，但新研究认为呢，也不会炸，因为它是内部发生的啊，外表很难看出有什么变化。随着第一次氦闪结束，膨胀到巨胖的中年太阳反而会进入一个情绪稳定期，体型重新缩小，进入第二种状态——水平分支，持续1亿年。在这个阶段，太阳的生活方式发生改变，从之前的烧氢变成烧氦，大概是把2个氦原子聚变成波，然后再加一个氦原子烧成碳，然后再加一个氦原子烧成氧。通过这个过程呢，太阳的成分逐渐转变，随着成分转变，太阳继续缩小，从166倍现在的太阳直径降到9.5倍直径，亮度从2300倍降低到41倍。是的，水平分支呢是一个情绪稳定期，这和很多人想象的不同。发生氦闪竟然会让太阳重新变得平静啊！所以真按现实情况来看，流浪地球里的人是不应该害怕氦闪的。人类既然在那个时候都没灭绝，那应该反过来期待氦闪早日来临才对。继续说，随着太阳核心的氦元素通通被聚变成碳和氧，平衡还会再一次被打破，碳氧核心开始坍缩，氦聚变反应慢慢往外转移到外壳。这时候太阳就会发生第二次氦闪——鞘氦闪，并进入最暴躁的第3种状态——渐进巨星制。这次这个第2次氦闪就是真的会炸了。为什么呢？一是因为科学家计算，氦聚变对温度极其敏感，相对于之前的1亿度升高10%，反应速度就会加快45倍，特别剧烈。二是这次氦聚变都发生在外壳，引力对它的束缚也很小。综合起来，这就将是一次超级猛烈的爆发、闪光、喷射、蜕变。用什么词都行，大家自行想象。同时，在第2次氦闪后，太阳将再次膨胀，达到180倍直径大小，直接吞并金星，亮度升至现在的3000倍，变成第1种状态红巨星制的全方位加强版，又大又亮。这下太阳在银河系正式 C 位出道啊！住得很远的3体人也会关注到它。记得我小时候看科普书啊，都统一把步入中年的恒星称为红巨星，但现在科学家已经把它们分开了。即我刚才提到的这3种状态：红巨星制、水平分支和渐进巨星制。所以大家记住，以后不要把发生氦闪膨胀的太阳叫成低级的红巨星，请叫它高贵的渐进巨星。红巨星进化。老年太阳，行星状星云。渐进巨星时期的太阳因为烧得太厉害，只能维持2000万年。最后，当所有外壳部分都被不稳定的氦闪推远，太阳就会进入一生中第一漂亮的时期。多漂亮呢？就是尾部拍的这张南环星云的样子。之前尾部视频详细介绍过没看过的农夫小姐一定要去看啊！在这张照片里面，这些都是被氦闪推开的物质，而中间这个小小的白白的东西，就是恒星在氦闪后烧剩下的碳氧内核。这颗残躯将维持几万度的高温，源源不断释放出紫外线能量，点亮周围几光年的距离。其实之前哈勃拍摄的 M57环状星云更漂亮，蓝色是发光的氦，绿色是氧，红色是氮。坏消息是这颜色也是后期调的，好消息是这些气体本来颜色就很好看，只是不好区分。除了颜色，其实不同的行星状星云长得也不一样。你看，有圆的，有漏斗的，有长的，它们就像在黑暗深海中畅游的发光水母，成大道金丹。行星状星云进化。飞升太阳，白矮星。
人类给这颗金丹起名白矮星，它是太阳最终的归宿，代表太阳终于甩脱肉体凡胎，达到宇宙级，与天地同寿。有农小姐问了，你标题叫氦闪有3种，那第3次氦闪呢？闪啊！很遗憾，现在一般认为太阳不会发生第3次氦闪，第2次鞘氦闪的渐进巨星状态就是太阳这辈子最高光的时刻。为什么呢？因为太阳系这块天地有缺，灵气不足，氦闪指的是氦变成太阳的过程，而现在都没氦了，还怎么氦闪呢？能发生第3次氦闪的白矮星需要在这个阶段吸收到更多物质就身边得有东西给它吸，明白吧？举个例子，比如你身边正好有另一颗恒星修炼到了红巨星阶段，你们是个双星系统，它在那边往外喷射，你就在这边吸，它作为炉顶，你们俩双修，这样也行。等你采阴补阳到一定阶段，外壳上物质堆积到一定数量，你会惊喜的发现，久违的氢聚变反应又发生了，氢又开始在你这儿变成氦了。但是朋友们，必须提醒大家的是，选择走捷径的双修功法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你的灵气是别人的，一次量容易搞太大，你把握不住，最后直接完崩。在你体内乱窜的能量，可能反而会把你体内各种元素都喷射出来，搞出一次星星爆发。没有超。那么白矮星能不能像大质量恒星那样完成一次超新星爆发呢？也不是不可以不过这目前还属于前沿研究，不是特别肯定。我找到2016年的一篇论文，它通过计算得出白矮星可以通过氦闪形成超新星爆发。简单说，当白矮星不断从周围抢夺物质，并成功使自己究极进化，发生第3次氦闪之后，其质量就能继续增加，直至超过 1.44 个太阳。届时电子终于撑不住巨大的引力，整个白矮星发生 1A 型超新星爆发。1A 型超新星算是太阳这种恒星演化的隐藏形态，不是随随便便就能触发的，其潜力无限，最后甚至可能超进化为中子星。当然，也有科学家认为第3次氦闪会直接把白矮星周围的物质喷射出去，然后就无法增加质量了。真想玩超新星爆发，除非2颗白矮星相撞才有可能这里就不展开了。总而言之，我们这个小太阳大概率无法完成第3次氦闪了，太阳系附近也没人陪它双修不过这也不是坏事有3个太阳的3体人不就羡慕这个吗？都聊到这里了，有个事实我也不想隐瞒，不得不跟大家坦白，就是我们拥有的这颗恒星，太阳系唯一的神，生命之源，所有人类的主母太阳，它其实不是什么天赋异禀的选手，不是我们这个修真宇宙的主角。比如2020年一篇论文比较了太阳和其他369个类似的恒星，结果发现太阳看起来非常弱。你看，对比太阳和这颗恒星亮度变化的情况，太阳的值只有平均的1/5，显得没有什么力量。从宇宙修行的角度看，从恒星家族的角度看，太阳这内力水平简直弱爆了，能打得过谁？但是也有好处，因为我们是人类。从人类的角度看，正因为我们这颗恒星能量波动的是如此温和，如此稳定，才能在各种机缘巧合下，在太阳庞大身躯旁某个不起眼的地方诞生小小的我们。一颗平平无奇的恒星，带着它的8颗行星宝珠，在银河系边缘旋转流浪，这就是我们每天的生活。好了，视频到这里就该结束了。最近嗓子一直没有恢复，一期视频要分2天录，每次录2个小时，录完咳得停不下来，太惨了，太惨。不过在视频发出来的这一天，我应该会在老家醒来，吃奶奶做的年夜饭，晚上和朋友一起玩。在新的一年里，也祝福农夫小姐们都能找到自己的太阳，它不需要很强大，只要足够温暖到你就好。